男人愤怒地把剑刺进了教会的十字架，可下一秒，十字架里竟流出了滚烫的鲜血，就连一旁的圣婴和蜡像也流出血泪。男人手捧金杯，将鲜血沉入器皿，随后便在上帝面前立下毒誓。而随着神之骨血的饮下，上帝也降下审判，让他成为了被诅咒的怪物，自此不生不灭，永生永世都活在无尽的黑暗。那是1462年的欧洲大战，德古拉告别了妻子，要去为诸神而战。妻子的祷告化作神鹰，附他在烽火中的周全。而德古拉手段凌厉，作风威猛，每一个污蔑上帝的人都死于他的长枪之下。可眼看胜利在望，诡诈的敌军却射箭入城，散播德古拉阵亡的谣言。妻子信以为真，从古堡一跃而下，是要为爱人共存亡。直到德古拉大胜而归，迎接他的却是妻子冰冷的尸体。可还没来得及悲伤，教皇便冷漠宣判，自强之人不配深入天堂，只能堕入地狱接受惩罚。德古拉的信仰瞬间崩塌，他为诸神而战，可诸神却要他妻子不得好死。神魔只在一念间，既然不能成为被庇护的信徒，那就剑指上帝，将十字架刺穿。而传闻圣婴以血泪悲悯世人，可德古拉却以血为咒，势必要让诸神灭绝，为妻子讨回一个公道。自此德古拉在上帝的诅咒下，成为了不死不灭的吸血鬼始祖。而400年的时间转瞬即过，葬身于时间长河的妻子也转世成了伦敦的贵族之女米娜。不仅有真心待她的好友露西，还有一个帅气的未婚夫乔纳森。而另一边，德古拉经过400年的流逝，他已无法再维持年轻的样貌。为了得到充沛的鲜血，只能将古堡搬迁到繁华的伦敦，还请来了当地有名的律师处理买房事宜。可谁知在交谈途中，德古拉却惊喜地发现，他的未婚妻竟是自己的亡妻。瞬间，一个大胆的猜测悄然产生，他要将乔纳森永远困在这里。而与此同时，迟迟等不到未婚夫的米娜搬到了闺蜜露西家。可在好友家的第一晚，她却被一阵狂风吵醒，整个伦敦风雨大作，迎来了史上最怪异的风暴。米娜明显感觉到危险逼近，但任凭她如何呼喊，露西却像着了魔般，以青春芳华的姿态一路往庄园深处走去。等米娜赶来时，露西已经躺到了怪物怀里，并且还在她沉迷之际吸食了她的鲜血。可注意到米娜的视线，怪物却惊慌不已，收起獠牙匆忙逃窜。露西捡回了一条小命，但却不知那怪物正是吸血鬼德古拉，并且被他咬过的露西也开始有了吸血鬼的特征。而德古拉有了血液的加持，终于变回了年轻模样。他一路跟随米娜的足迹，假装不经意和对方邂逅，又打着问路的旗号将其约进了电影院。昏暗的环境催生了暧昧，米娜被无形的力量驱使，一路配合着德古拉，直到对方将她压在身下。God, who are you? I know you. They have crossed oceans of time. 米娜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光不抗拒眼前之人的冒犯，还无比享受他带来的欢心。看着米娜享受的模样，德古拉双眼通红，亮出尖牙，想要将她变成自己的新娘。可关键时刻他又心软了，自己与上帝的厮杀还未结束，难道要将心爱之人也拖入深渊？他在最后关头克制住了，回归绅士姿态，将米娜送回了家。可无论他如何克制，每当圆月出现时，体内的嗜血冲动总会让他来到露西窗前吸食精气。而此时的露西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她微光嗜睡，且听力十分敏锐，还经常陷入幻想无法自拔。她的遭遇让一众追求者痛心，只能找来驱魔人范海辛帮忙。可等范海辛来到庄园时，露西体内的活力已被吸干，如花般枯萎死寂。范海辛只能不断往她身上输血，但无论输多少进去，德古拉都会在夜晚准时降临，偷取露西的生命力。直到米娜来看望她，德古拉才停止了这种疯狂。可闺蜜的遭遇并未给米娜敲响警钟，她沉溺在德古拉的假象里无法自拔，两人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尤其是在德古拉讲述家乡往事时，她眼前总能浮现出陌生又熟悉的景象。而当德古拉提起已故的爱人时，她的眼眸又笼上一层散不开的忧愁。米娜顿时心生怜惜，400年的隔阂也在此刻消弭。他们在烛影中热舞，在良辰中相伴。米娜满心满眼都是德古拉，再也想不起未婚夫乔纳森。而与此同时，乔纳森也遭到了德古拉的暗算。他在古堡里发现一间密室，这里青烟丝缕，可到处被蛛网蔓延。他知道此地不宜久留，但他已经魔怔。而隐匿在后方丝绸里的女妖也在此刻爬出，并且不断贴近，将他衣服扒干，然后亮出獠牙。等乔纳森反应过来时，他已经成了待宰的羔羊。直到将女妖们喂饱后，他才趁机逃出了古堡。然而慌乱中，他却跟400年前殉情的女人一样，径直摔下悬崖。但他心中还有爱人，在昏迷前终于逃到了一处教堂，并在确认自己安全后立马致信米娜，让她前往教堂完婚。而米娜明显对德古拉动了情，可她又跟乔纳森私定了终身。在闺蜜的劝导下，米娜终于下定决心，留给德古拉一封绝情信，约定他永不相见。闻言，德古拉哭出血泪，极度的悲愤让他原形毕露，施展法力招来狂风，势必要与上帝对抗到底。可他的雷霆之怒只能震慑幽灵。教堂内十字架高高架起，一派圣洁庄重之景，更是魔鬼不可踏入的境地。而乔纳森就矗立于上帝脚下，要与米娜在此结为夫妻。
妻，可他早已被女妖榨干了精气神，落得满头白发的下场。但米娜毫不介意，仍旧在上帝面前宣诺了永不分离的誓言。而这场婚礼也彻底激怒了德古拉，爱恨交织带来的痛楚，唯有杀戮才能平息。于是他化身狼人，闯进庄园，吸取了露西最后的生命力，将她也转化成了被诅咒的血族。等驱魔人范海辛赶回来时，露西已经成了毫无生机的妖物，如粉刀玉琢的瓷娃娃。但所有人都害怕她，因为她今晚就会化身吸血鬼，还会用眉毛蛊惑人心。 Come to me, Arthur. Leave these others and come to me. Kiss me and caress me. My darling husband, please. 关键时刻，范海辛拿出十字架，不断吟诵咒语，才紧急叫停了这场悲剧。 Power of God is upon us. We are strong in the Lord, and the power of His might. We are strong in the Lord, and the power of His might. 而看着缩回棺材的露西，范海辛仍觉得不放心，用铁钉洞穿露西的心脏，又砍下她的头颅后才肯罢休。等米娜回到伦敦时，庄园里已经没了露西的身影。范海辛根本不给她悲伤的机会，当即成立猎杀小队要帮露西报仇。而为了彻底执行计划，乔纳森将米娜送去了朋友的医院，再和众人一起踏上了复仇之路。几人在乔纳森的指引下，来到了德古拉在伦敦的教堂。他们悉数损毁了箱子里的故土，并及时布上了法阵。德古拉感应到了不对，趁着能力消失之前，他找到了米娜的藏身之地，而米娜也在思念着他。他可以为了德古拉意乱情迷，却始终对乔纳森提不起半分兴趣。但不等他再诉衷肠，德古拉就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露西的死因全盘托出。米娜闻言恼怒不已，可看着德古拉深有苦衷的模样，他又按捺不住汹涌的爱意，也想变成被诅咒的血族，跳出时间的束缚，永远与爱人厮守。而面对长相厮守的诱惑，德古拉的理智瞬间坍塌，他用力只划破米娜的脖颈，又划破胸膛，任由米娜吮吸，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气息。而他们的诡异仪式却在此刻显得格外暧昧。等乔纳森找到医院时，米娜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面对众人的围攻，法力渐失的德古拉只能撤退。而为了彻底消灭掉他，范海辛决定用米娜当诱饵，以此来逼德古拉就范。可不等他们靠近城堡，米娜就被提前埋伏的3个女妖蛊惑。 I know that Lucy harbored secret desires for you. She told me. I do know what men desire. 好在米娜感染了不久，这才让她换回了理智。而为了安全起见，范海辛等次日正午潜入古堡，砍下了3个女妖的头颅。可在准备对德古拉下手时，感知到爱人危险的米娜却觉醒了德古拉的力量。她召唤来风暴，阻止了众人对德古拉的围攻。可饶是如此，德古拉也没能在日落前回到古堡，力量之源即将枯竭。而范海辛瞅准时机，用匕首刺穿了德古拉的心脏。但不幸的是，他也死在了德古拉手里。 而趁着混乱，米娜持枪挡在德古拉身前，威胁众人放他和德古拉回到城堡。看着眼前一幕，乔纳森被深深刺痛，但他除了成全外没有多余的选择。就这样，米娜带着德古拉逃回了古堡，可古堡也无法再供给德古拉力量了。看着奄奄一息的爱人，米娜率先向上帝认错，祈祷能放过他苦难的爱人。而刹那间，一道光芒从十字架倾泻而下，德古拉也恢复到了年轻时的模样。但他知道自己作恶多端，根本无法获得上帝的宽恕。他只希望能在爱人手里获得安息。看着德古拉祈求的神情，米娜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用匕首刺穿了德古拉的心脏。故事的最后，米娜抬头望去，吊顶上是她和德古拉的巨幅壁画。他们的爱情历经了400年的风雨，终于在此刻完成了尝试。至此，全篇结束。再细致的解说也无法比拟原著。我是小无聊电影，期待与你的每一次相遇。